抱歉，我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没有没有，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难。你要是一下子过去了，就也会显得我很无能。我去找一下方医生。哦。这个游戏需要左右手配合，他的左手。小聂啊，方医生，你这是要偷跑？我去楼下小花园走走。哦，去吧，多活动活动呀，有利于恢复健康。哎，我师弟好像也在那儿。林总还没有走。他不是请假了吗？苏州又没有朋友，只能赖在我这儿了。我工作的时候啊，他只能自己玩了。哎，方医生，怎么？八卦一下？不是，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我们林总不是因为车祸当不了医生了吗？那你为什么还每天拉着他一起讨论手术方案啊？这不是太戳人伤口了吗？小聂，这是开始关心我师弟了？不是，我就是。你可以视作一种脱敏疗法。脱敏疗法？他其实从没放下。他出事的时候，是在苏州无锡端高速，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转到上海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一有空我就往上海跑，生怕他会想不开。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他才刚刚开始。看左边，左边。哎呀，完了，乱掉了，要输了。是被你的声波干扰了。小诺，走了。那你下一把我不说话了。叔叔，别的医生叔叔说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那你会给我爸爸动脑子的手术吗？不会。哦，可是你比较帅耶。叔叔连游戏都打不好了。我好像一下子一点都不讨厌林总。最近新出那部电影，网上评分很高呢。后天我正好休假，打算去看掉。你是说那部恐怖片？你一个人啊，单独去看恐怖片，你还找个人吧，你别到时候啊哭着跑出电影院都没个人安慰。我也想啊，这不是找不到人吗？可惜我要值班啊，要不然友情奉陪一下还是可以的。说到恐怖片啊，让我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想当年，我好不容易追到一个长发美女，就是约在公寓看片，你们懂的。结果打开它是个鬼片，我抱着人就发抖，人家推开我就走了。不是，还有这种事儿呢？你好意思说出来，也不怕丢脸啊？那有什么丢脸的呀？男人大丈夫，四六之婚在所难免，不算可耻。哎呀，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是不是听谁说过来着？我说的。怎么了？
吃完饭，你早点回去休息。没事啊，你们聊嘛，我等着你们一起回。我有事情要找你。师弟，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啊？没有。哦，我家师弟吧，动手术一项都快，师兄拜佛。过去。喂，高速发生连环车祸，赶紧回来！哎，方医生，这么巧，我正要去找你的呀。这是我女儿楠楠，刚刚拿到她的脑部和肺部 CT， 想请你看看有。这是我师弟，神经外科专家，请他帮你看一下。肺部和脑部钙化，之前有没有得过肺结核？啊，有，楠楠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脑部你看有没有问题？以后会不会？脑部看下来没什么问题，肺结核的确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但钙化一般不会癌变，除非你肺结核复发，加强钙化。谢谢，这下你放心。你看我做什么？我有吗？你找我是什么事？哦，对，你交给我的一堆工作我都做完了，等一下拿给你。就这个？就这个。林总，我住院不忘工作，这几天的工资可以照常给吧？聂小姐为自己的公司工作，还计较这个？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拿工资似的。我是打工的，当然拿工资。哦。不给加班工资算了，你帮我过第5关吧，我怎么都过不去。好。你现在不打吗？你别看它操作简单，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其实很考验智力的。你快点打嘛，我真的过不去。你好厉害啊！聂西光，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快要出院了？啊？妈，我今天晚上回去，晚上想喝排骨汤。你哪次回家之前能不能不点菜呀？怎么突然要回来了？我受伤了。
什么？怎么回事啊？要剪不要剪啊？没事啊，你别担心，我已经好了。我就是，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下楼梯就不会小心一点啊？那要不要司机去苏州接你？不用，我等一下坐火车，然后打车回去就行。我先不跟你说了。行，一会儿见。以前我收治过一个病人，从货车顶上掉了下来，正好砸在石头上，颅骨骨折，颅内血肿，脾脏破裂，在 ICU 住了1个月才脱离危险。他坠落的高度比你还低。你怎么突然进入恐怖医生模式啊？知道有人会担心你，就别做让人担心的事情。我知道了，保证不会有下次。那个，这些天谢谢你，也谢谢陈阿姨的饭。陈阿姨说了，你送了礼物给她，她很喜欢。我让英杰在外面帮我买的，她喜欢就好。联系光，我发现你不太会抓主要矛盾。什么主？走了，我开车送你。林总，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毁尸灭迹了？我不能让我妈发现。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呢？可是方向好像不对吧？下雨，我直接送你到无锡。我去火车站自己搭车就好了。你家在哪？手机没还导。有密码。等一下。好了。你开车还戴眼镜？车祸后眼睛受到了一些影响，下雨影响视线。那你那次车祸还挺严重的。其实，你真的蛮厉害的。哦，怎么说？你来了之后，公司士气明显大增啊，所以你真的干什么都很厉害。你笑什么？得到未来的老板的肯定，难道不该笑？我才不是你未来老板。说不定。谢谢。那我回去了。谢谢。
你开车回去小心点。西瓜，你总算回来了。哎呦，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没事，你也不想的嘛。终于回来了，西瓜。你又胖回来了，这绝对有5斤，脸上的肉都紧实了。你这是嫉妒。能不嫉妒吗？你每天吃好喝好，我的活整整多了1倍啊，有没有？你看，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知道了，大爷。我以后再也不敢忘带钥匙了。现在英杰不带钥匙的事情已经全公司都出名了。别说了，主管。上周我去给财务部吴总送文件的时候，走之前他居然表情严肃地跟我说：“以后别再忘记带钥匙了。”让我死了吧！你还好意思抱怨？小聂可被你的马虎害惨了。没有。小聂，现在好了吧？好了。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打算一起去看看你，但是林总说你这个病需要静养，一群人去不太合适，我们就都没去。你可别见怪啊！啊，不会不会不会。那一会儿10分钟后开个晨会，林总也出席。早上好。早。首先呢，欢迎我们同事小聂康复出院，回到岗位。什么都没有健康好啊，小聂，下次可要注意了。收到，我已经满血复活了。有什么事情，领导们尽情吩咐。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呢，是做好季度复盘和年度工作总结，以及制定公司的年会方案。最后呢，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最近我总听别人说，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有人说我怎么没听说呀？谁在胡说八道？都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我去查一查。哎，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不过上个月我受伤，这个月又有同事，跳楼。别人有所想法，也在所难免。所以我打算本周我们部门的人出去聚个餐，也好转转运。这次聚餐呢，当然不能算公费，由我和聂希光一起分摊。为什么我也要分摊啊？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继出事，才引起流言的？这也行？你别把话说的好像我们闹绯闻了似的，好吗？贵吗？哎呀，林总选的地方会不会很贵啊？据我夜观星象，你必定是个月光族，要不要我借你点啊？那你夜观星象帮我算一算，如果我不带钱包让林总一个人付钱会怎样？这个不用观星象了，我用膝盖一算就知道，你隔天会加班，狠狠的。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以咱们林总的风度和人品呢，估计也就说说而已，不会让你付钱的。PS， 就算要你付钱，也不会太贵的。当我没说。不上去吗？哦，好的。我悟了，
越贵的越保险，没准便宜的真要你付一半。这么贵的，林总肯定不会让你买单的。走。安全了，安全了。帝王蟹。大家这战斗力可以啊，都吃饱了吧？吃饱了。看吧，我说的没错吧？林总果然自己去付钱了。到前台来一下。林总，聂旭光，我忘记带钱了。好。请签字。我突然想起来，住院的押金还没给你，2清了。嗯，都2清了。今天要不是林总请客，我1年都舍不得吃这样一顿大餐。是啊是啊，我发给我男朋友，他羡慕死了，说我们老板比他老板大方多了。谢谢林总，太有面子了。不客气。哎，这家海鲜一定挺贵的吧？这家挺有名的。还好。习惯，你怎么了？晕车了？没，吃撑。谢谢林总。谢谢林总。拜拜，林总。林总，拜拜。这一切怎么这么不真实呢？之前还好像敌人一样，真的可以一下子变成朋友吗？真的可以变化的这么快吗？等我一下。东西掉车上了。没有。林宇森，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是吗？是。那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因为你无忧无虑。啊，是吗？因为你无忧无虑，忘性又大。我。好了，应该回去了，他们还在看着我们。哦，那我回去了，拜拜。
无虑，忘情有感，难道这是在说二？你刚刚跟林总说什么啦？我问林总，以前为什么看不惯我？他说啦。他说我太二了。啊？综合而言，双反政策下的日芒能源性价比极高。如果我们有意布局新能源赛道，这会是很好的入局点。还有不同意见吗？Chris 说的很对，日芒能源确实性价比很高。只是，前不久，日芒能源为其海外子公司 HTCL 向他行做了一笔高达2亿美元的担保。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针对这一点，风险组早就有了反馈。日芒能源确实为 HTCL 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但 HTCL 公司是日芒能源和海外基金迪文太阳能基金的合资子公司。就在日芒能源的境内担保发生后不久，迪文就为这笔担保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反担保，有效对冲了日芒能源的风险。所以我认为，投资日芒能源风险可控，收益可观。辛苦Chris，其他同事还需要有补充的吗？那好，我们散会。这是您前天开会时提到的，近2年竞对投行设立的行业分析报告。此外，我还整理了5年内其他。王雪，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个日芒能源公司投资案，你怎么看？尽管双反政策对光伏行业的打击空前，但新能源仍是个好赛道，一定存在好的机会。我当然相信，公司风险管理组的行业资料一定非常全面，但涉及跨境担保，还是建议要更加慎重地核查细节。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老板让风控组对日芒能源那个项目进行2次海外背调和审计了。我知道了。下午那谁在老板办公室待了好一会儿，真的无语。日芒能源能在美股上市，又有迪文的反担保，在财务安全性上的保障是毋庸置疑的。再次审计就意味着收购周期延后，这么好的标，分分钟有被其他投资机构截胡的风险。他这番操作，纯属杞人忧天，没事找事。算了，谨慎点也是好事儿嘛。是，但我真的很烦那种有话不当着面讲，转身偷偷跑去跟老板说的人。哎，你会不会想多了？毕竟你也没听见，我看状也不像是那样的人。怎么不像？长得不像？敏，你不要以貌取人啊！那人家的确长得很帅嘛。喂，千千，是吗？2号的婚礼，恭喜你啊！当年宿舍里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忘吧？你不会忙到没时间了吧？当然没忘，一定有时间。资料追到手，那多好啊！大家都是熟人。我还不努力吗？可能就是看不上我吧。别说我了，祝你跟张真早日结婚。结婚，把阿珍娶回家。娶回家。钟旭，你来当我伴郎啊？哎，我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装箱，就连伴郎都要挑最帅的。好，反正我和你昨晚结婚，可以给你们所有人担伴郎。怎么可能？你什么行性？想结婚不是分分钟吗？我现在拿什么和他在一起？早知道合计的结果是天天陪老板加班，那也是可以不和解的。林总，你还不走吗？那我下班了。等一下。林总，我有个问题。你问。你为什么老叫我加班呀？明明还有其他人。聂希光，这家公司你家有49%的股份，利润差不多一半归你家。所以让别人加班，我会有罪恶感，觉得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让你加班就没这个罪恶感了。还有，聂希光，下班了之后，你能不能不要叫我林总？为什么？会有一种下了班还在为你打工的感觉。林宇森，再见。聂希光，回来。怎么啦？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的无锡大阿福是你放的？是啊。有人说要抓主要矛盾嘛。上次回苏州的时候，在火车站等车，我忽然就顿悟了，就在车站买了一个，15块钱不用谢了。哦，对了，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不是放在桌上的。保佑你行车平安。上次回来就买了，怎么现在才给我？之前一直在抚平大餐带给我的伤痕呀。受创这么深吗？你早点给我大阿福，说不定我就不会忘记带钱包了。自制产品，敢不敢用？这是什么？去疤痕印记的中药药膏。啊？朋友那儿拿的。你那些皮外伤留下的印记，可以用这个消除，效果不错。谢谢。其实已经不要紧了，这个印子过阵子就没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担心你以这个理由拒绝我。什么拒绝你？这是林总朋友婚宴的情景。上次尖叫害你掉下去的那个女生？是的。他说，他朋友上次就是路过苏州给他送请帖的，
结果看见我爬阳台，吓得不行，好像是有恐高症吧。林总说，他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就特意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元旦那天在上海，我要不要去啊？当然要去啊，白吃白喝为什么不去？哎，你不用送份子的吧？不用吧？哎，这不是重点了。怎么不是重点？看看嘉宾名字，你的名字和林总的是写在一起的，那你就不用送了，这种算一份的。不过，你的名字像是新加上去的。那肯定啊，人家之前又不认识我。这字迹还有点别扭。可能请帖都是让字好看的人集体写好，后面这个是新娘自己加上去的。可能吧。总不至于是林总自己加的吧？他的字可比这个好看多了。你想什么呢？他骗我去喝喜酒干嘛？也是。反正不用送份子，肯定去啊。你打扮得漂亮点儿，目标白吃白喝。你冷静。就是英姐，你怎么比西光还兴奋啊？因为我是一路看他们走过来的，懂吗？现在西光都和林总一起去参加婚宴了，这叫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哎，西光，要是早知道你跳下楼就能让林总对你改观，你早该跳了。要是让你从2楼跳下去，就给你升职，你跳吗？升多少啊？我得再想想。老大，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哈哈，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能突然想给你打个电话联络下感情啊？哎呀，这不是好像有2个月快没有联系了吗？好吧，那你想跟我联络哪方面的感情？我还能跟你联络哪方面的感情啊？这段时间没联系，是我在忙着结婚的事。什么？你也要结婚？你？还有谁啊？没有，同事。所以，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要邀请我参加你婚礼吗？对呀。什么情况？这也太快了吧！我们不是才毕业吗？哎呀，被双方父母催婚了呗，主要是为了想早点集资买个房子。集资买房赢了，那恭喜你啊！几号啊？到时候我一定去。1月2号啊！哎，光到可不行啊，你们所有人都得提前1天来给我帮忙。我们资金紧张，现场都得自己布置。所有人？就我们俩宿舍的。1号我估计去不了，你也知道财务每个月初都要有加班工作嘛。元旦也加班啊？是啊，惨无人道吧？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要邀请我参加你婚礼吗？对呀。你们所有人都得提前1天来给我帮忙。所有人？就我们俩宿舍的。1号我估计去不了，你也知道财务每个月初都要有加班工作嘛。元旦也加班啊？是啊，惨无人道吧？那好吧，放过你。我西光，你是不是还在介意毕业之前的事啊？我在想，是不是别跟你埋伏在同一桌了？没事，都过去了。真的？那你之前从欧洲回来给我寄礼物，为什么还要叮嘱我不要跟蓉蓉和思亮提起啊？
你搞得我都没敢跟我老公说，生怕他在船忘了轴回他们那儿。我那会儿从欧洲回来，给你们发消息嘛，发现你们都联系不上，我才想起来你们可能换了上海的号码。你也知道，我 QQ 被盗了以后就没有申请了，那我只能发邮件啊，只有小凤回我了。那不怪我，我们都换工作邮箱了，好不好？哎，不过算你还有点良心吧，还知道跟小凤要一下我的新号码。主要是你的拳头太重了。哈，我看是你皮痒了。哎，所以你毕业之后跟思亮他们一直都没有联系啊？我想着以后再说，结果一眨眼就到现在了嘛。工作之后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就刚到上海那阵还时常联系，后来老是约不上的，渐渐的就不约了。哎，这说起来，我们也有3个月都没见了。哎，对了，希光，我之前忘了问你，蓉蓉怎么会说你去留学了？啊？我不知道啊，她怎么会这么说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我们刚到上海那阵儿，后来倒是也没再提过。那阵儿我也联系不上你，还信以为真了呢。我心里可是把你骂了10000遍。我冤枉！哎呀，算了，不说他了。2号我人到包到，敬请期待。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期待这可拉满了。哎，希光，我听起来心情很不错嘛。啊？有吗？有。我可是电话都闻着味儿了。好啦，到时候见啦。挂了，好好见啊。好像是心情不错。难道因为终于有一个大帅哥对我解除了仇恨值？那我还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婚礼吧。这种经历了车祸和跳楼才换来的和谐美好的上下级关系，我不能破坏它。林总，我决定接受你朋友的邀请，一起和你去上海参加婚宴。我带我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哎，那我们怎么去啊1号下午2点，我在公司门口等你。我得用。好冷啊！不会吧？突然大降温？哦，对了，那个是给你挂车子上的，不是放在桌上的。保佑你行车平安。
我不会穿这身的，下车的时候我就脱掉，只是现在披一下挡挡风。宁熙光，我第一次带女伴去参加朋友婚礼，所以能不能请你不要给我一种你在陪我加班的感觉？我也没办法，突然大降温，我这边没有厚衣服，早上起晚了也来不及去买。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我以前有个病人在苏州，他代理了一些服装品牌，我带你过去看看。有这个必要吗？有，我还没带过女生去买衣服，想试试。有问题？没问题。林医生，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真是开心死了，没想到你会到苏州来，还说带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啊。呀，就是这个小姑娘吧？啊，你好，长得真标致。之前我住院的时候在想啊，将来哪个小姑娘这么好运气，给我们林医生当女朋友呀？哦，哎，快进来，快进来。哎，请进。小姑娘，你先随便转一转，我去给你拿目录，这样看得更全面一些。哦。他好像误会了。没事，误会了能打折。真的吗？可是这样不太好吧？你以为我说我带着员工来买衣服就很好？也有点道理。那就这样。能打几折？我才7折。那就这样。哎，这是小安，是我们店里眼光最好的店员，我让他帮你选几套衣服，先试试。好呀，这边请。哎，林医生，快走，我去给你们倒杯这水啊。位小姐人漂亮，身材又好，很好搭配衣服的，各种风格都可以试一下。您平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呢？简单舒服一点的。这几件怎么样？挺好看的。或者你也可以试试其他的风格。这边。香江的甜美风，还挺可爱的，但我们要赶去上海，可能来不及试这么多套了。来得及，都试试吧。那我快点。Inside my mind, lost in how you shine. You let your light with mine. I can'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 Don't leave it up to me, oh it ain't hard to see that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你眼光可真好，这些都很适合我。主要是人漂亮。参加婚宴的话，我建议那小姐就穿现在这套，既正式又没那么正式，很清新甜蜜。我们还有搭配发饰，我帮你做个发型，这是我们店特色 VIP 服务呢。但我时间有点紧。我经常帮客户走，很快的，就几分钟，走。行吧。大功告成。谢谢。这样林总应该没意见了吧？不对，我干嘛给他看？谢谢你啊，这些我都很喜欢。发饰还有衣服都帮我包起来，一起结账吧。发饰不要钱，衣服的话，刚刚小安帮你盘头发的时候，林先生已经付过了。
你帮我付过了，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这些？察言观色。还有这几件也不错，你要不要试试？你居然眼光不错。但我们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要不然我下次跟英姐他们再来。可以。哎呀，我就打个电话，这一眨眼的时间，你怎么还刷卡了？店员不懂事才收你的钱，你带女朋友来我店里买衣服，我怎么能收钱？你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的。不行，我去给你退款。哎，我以后还会带她来买衣服，你不收钱，我以后怎么来？哦，对啊，你就让他付嘛。那不行，我心里过意不去。王姐，她喜欢我送给她。哦，是我不懂你们小情侣的话头了。那谢谢王姐，下次再来啊。哎，好。林医生，走好。再见，王姐。账单。我刚刚配合的好吧？回去还你钱啊。5折。等会儿啊，你刚才看的那几套不错，我先去把它们买下。叶小姐，现在是真的快来不及了。好吧，那下次我跟英姐、雨华他们再来。你下次再来买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个风险提示。什么？不带我，可能不打折。哎，这张不错，咱们可以再换张姿势，笑得灿烂一点。哎，很棒。哎，不错。林医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咦，这位小姐是？她就是被你吓得从楼上掉下来的聂希光，不是你让我邀请她来的吗？哦，对对对，哎呀，对不起，我忙得都忘记了。上次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有恐高症，看见人家站在高处都害怕。刚才没认出你，不好意思啊。没事儿。上次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哎呀，上次吓死了，当时雨森挡着，我也没多看你。当时他简直太可怕了。卢莎回来后啊，一直后怕，现在看到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彻底放心了。我说想找机会道歉，你居然就把人带来了，谢了啊。不过他好像以为是我邀请的，你怎么不提前说一下，害我差点露馅。让他怀疑一下不是更好？可惜，他刚刚好像一点都没怀疑。陆莎，你是不是反应太快了？林雨森，你这人深藏不露啊！新郎新娘，还有15分钟入场了，咱们整理一下妆容，对一下流程。好的。雨森，我把老师也请来了，他一直都很担心你。既然你把聂小姐一起带来了，就带去让她见见吧，也好让她放心。哦，不是，那我先去忙了啊。老公，你帮我整理一下裙子。走。我们进去吧。林总，刚刚你同学不会是误会了吧？他是不是觉得？觉得什么？就像刚刚买衣服那样。其实误会一下也没什么，这么多年没女朋友，出门在外也有点没面子。在下一表人才，其实你也不吃亏。不行，现在又不能打折。真的不行？好。
老师。李森啊，老师，你最近身体还好吗？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有没有偷吃高糖的水果？我呀也是医生，又是你的老师，这个我清楚。哎，这个是你女朋友吧？你好。不是。林总果然还是有节操的。我还在追。好，好啊，有目标就好。不对，我点头干什么？他只是骗他老师说在追我，这也需要我承认吗？老师啊，就担心你像之前那样，你不能拿手术刀了。可是人生中并不是只有手术刀，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嗯，我会的。你怎么了？我已经很久没去看过老师了。他是神经外科的权威，桃李满天下。可是细心栽培的，也就那么几个。我是其中之一，还是关门弟子。我辜负了他一番心血。可是这也不怪你啊，老师也没有在怪你。而且你现在也很厉害啊，起码你未来的老板很欣赏你。未来老板，你？就是我。好，那一言为定，将来可别把我踢出门哦。一言为定。好啦，人家婚礼，你高兴一点行不行？看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当众被表白就浪费在你身上的份上，也该高兴一点。是吗？嗯。你行情这么差？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哎呦，森哥，终于舍得带女朋友出来见人了。哦，我不。这是小聂，我公司同事。之前路莎一声尖叫，吓得他从楼上掉了下来，心怀愧疚，特地让我带他来参加婚礼。老规矩啊，师弟，最后一个到的，罚酒3杯。免了吧，我晚上还要开车回苏州呢。哎，你少来啊！老规矩他不能改的。我们谁不开车啊？对呀，到时候打车回去呗，我给你买上。我找人代喝吧。啊？师弟，论不要脸啊，师哥果然不如你。婚礼马上开始，请各位来宾入座，安静的等待新郎新娘入场。喝一个。这家酒的味道不错呀，下次我也在这办。就你啊，等你找到媳妇儿，
这家酒店不说倒闭吧，起码都换成掌勺了。你这是看不起谁呢？1年之内啊，我必结婚。对啊，我们家那边都是敬酒的时候给红包，你的呢？结婚礼物早送到他家里去了。谢谢兄弟姐妹们来参加我人生唯一一次婚礼，多吃点，吃得开心啊！恭喜！恭喜！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哎，新婚快乐！你跟雨森一起来的，我怎么能收你红包？他是他的，我是我的，这不行。收了吧，这不是收2份。到时候你还他双倍就好了。不用，你拿着。那也行，我就不客气了。恭喜！来，红包都拿上了，那咱们再喝一个吧。来，谢谢谢谢。来，恭喜恭喜，新婚快乐！谢谢大家能来，快乐，新婚快乐。谢谢。你干嘛叫人家还我双倍啊？就算是开玩笑，也太冷了吧？我考虑到通货膨胀，觉得不能让未来的老板吃亏。谢谢你啊。吃完就这么回去还是怎么？今天难得这么多人，都得去唱个 K 什么的。先去看看他们闹洞房啊！咱们这么多人，得去撑撑场子，不能让陆莎吃亏。我们不用去唱歌吧？不喜欢。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对唱 K 的态度。你看我脸干嘛？我脸上又没有名字。我想想啊，聂，3个耳朵，听觉灵敏，有个作曲家叫聂耳，说明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啊。说明我的天赋都在耳朵上，只能听听。那闹洞房去不去？你当然不去，积德呀，不然你自己的婚礼。有道理。怎么样？你去不去？你不是挺想结婚的吗？提前先了解一下闹洞房的事情，长长经验。他说要积德，否则自己的婚礼上。小聂，你这么着急结婚，现在就已经想好以后被闹洞房的事儿了？我不是，我没有，你别听他瞎说。哦，那就是不着急，那就一起去闹洞房。作为男方亲友啊，我们表示闹洞房只闹新郎。这家伙在我们兄弟里边第一个结婚，我们深表妒忌啊！我们不搞搞他，我们不甘心啊！大家说是不是？是。哎，但是说回来啊，作为女方亲友，我们万分支持你们的决定啊，我们也只闹新郎，只闹新郎，只闹新郎。好，咱们文明闹洞房啊。第一关最简单，问答题，请新郎说出第一次认识新娘的时间。答错了，可要抱着新娘转3圈。3圈不行，10圈。对，10圈，10圈。2010年5月20号。请精确到秒。10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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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圈，3圈，4圈，5圈。陆莎找老师啊。7圈，8圈。是这题目太刁钻了，谁能精确到秒啊？这有个老实人啊。前阵子摔到了脑子，所以有点傻乎乎的。难道你们能记得呀？当然，不信你问我。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我
动了。胡编一个。有救，但不多。以后不能让你和师兄混，你学坏太快了。之前不是说要积德吗？我只是去看看，我又没有去闹。而且我想明白了，我的年纪呢，结婚还早，所以不着急这么早积德。也不一定，也要看对方的。倒是方师兄说你想早点结婚，你放心吧，林总，我不会把刚刚学到的招式用到你婚礼上。非常高兴你能参加我的婚礼，不过我估计你到时候没空闹洞房。怎么可能？我都去参加婚礼了，怎么会没空闹洞房？你就等着吧。林总当新郎被捉弄会是什么样子？一定等。出租车，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下雪了。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看白雪一片片落地。也不知道苏州有没有下雪。趁地上积雪不深，我们早点回去。在这里等我，我去把车开过来。好。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 ，Just you and me， 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你。西瓜，老大，小凤，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你也西瓜，你给我说清楚，你不是说要蹲在苏州加班，以后出不来吗？老大松手，你听我狡辩。你今天来上海，你怎么都不说呀？打扮这么漂亮，我都没认出来。聂西瓜，你在苏州工作，不是都说你出去留学去了吗？老大，什么时候联系上西光的？也不说一声。西光，我以为你真的出国留学了。我7月份换号码，打你电话都没打通。我是在苏州工作，7月我在国外没有开国际漫游，所以接不到电话。还有，你们怎么都说我去留学了？我是去游学，不是留学。其实就是出去玩了2个月。游学？是啊，陪江瑞去的。不是留学。不是啊。西光，今天老大布置婚礼会场，你怎么不来呢？其实你真的应该来学习一下，可以学到不少经验呢。等到自己结婚的时候，怎么安排就有数了。而且，布置婚礼现场很有意思的。我这个人一向最懒了，你们也是知道的。对了，西光，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冤枉了你。
出了社会才知道，我们大学时候的情谊有多么难得。现在，我得到了幸福，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哦。月容，西光。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Silence was my only friend at night. You came and filled the room with light.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怎么了？”碰到了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你的同学？跟我来。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西瓜，还不介绍一下？原来你还有这样一个外号，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好，我是林宇森。你好，你好，我们是西瓜的大学同学。猜到了，西光跟我提起过你们。庄经理，又见面了。林总，你们认识啊？之前我在盛远任职，会上见过。还说什么加班不能来帮忙，原来是陪男朋友啊！重色轻友，你早说嘛，我还能强迫你来啊？别怪他，西光本来要加班的，不过我的好友今天结婚，一定要见见他，我才把他拉出来的。哎，好了好了，我又不是真怪他。你不是去开车了吗？怎么没有看见车呀？被别的车堵住了，交警一时找不到车主，怕你等急，我就先过来。开不出来啦。再等一下，应该不会耽误回苏州。啊？你们今天还要回苏州啊？那你明天还要过来，不累吗？有什么累的呀？反正都是男朋友开车。西光，你真是太厉害了，毕业半年就找了这么个大帅哥男朋友。就是，你还瞒着我。老实交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谁追的谁？庄旭，你去哪里？我去打车。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这里不能打吗？你可以在这里打。
你站住！通总走了，不是说这里好打车才来这里的吗？分散点比较好打车吧。哎，有车了，向局，你快点拦一下。那西瓜，我们也先走了。明天我们的婚礼，你要跟西瓜一起来哦。一定到场。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拜拜。车子还不能开出来吗？我想早点回苏州了。回什么苏州？我带你去玩。啊？难道高高兴兴的把你带出来，垂头丧气的再带你回去？我会有吗？眼泪都快出来了。所以，你要去看夜景，还是看电影？或者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种游戏城，就是那种可以跳舞、可以投篮、可以赛车的那种游戏城。那我们先去看夜景，然后看电影，然后再去游戏城。叶西瓜，你怎么这么贪心？快帮我看看，我带的钱够不够？那边有银行，我去取钱。真的不够，还剩不少啊。我去取吧。聂小姐，你告诉我，你今晚打算花掉我多少钱？不用了。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上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